习近平近日突然开始高调露面。6月17号、18号，他出席在哈萨克斯坦举办的第2届中国中亚峰会，并发表主旨讲话。紧接着6月19号，中共官媒新华网打破沉闷，刊登了新华全网头条文章：未有源头活水来，习近平同志赞美金融论述与实践，高度评价习近平在福建任职时期关于金融方面的论述是所谓原创性理念、变革性实践和标志性成果。这些迹象让不少人认为，近期热传的习近平失势的传闻只是传言，而非遥遥领先的预言。那么，如何解读这些看似矛盾的现象？它们说明了什么呢？你好，这里是新网世界要闻透视，我是王真。新华网的这篇文章37次提到习近平的名字，并称福建是习思想孕育地之一。文章还说，习近平在福建的金融论述对中国特色的金融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对习近平早期的工作猛烈吹捧，歌功颂德的意味非常浓烈。中共官媒像这样的报道近期是很少见的。实际上，自去年的3中全会过后，官媒和军报吹捧习近平的次数越来越少，呈现出的趋势是对习的下架。2442和军委主席负责制等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宣传明显降温。现在官媒突然发表对习歌功颂德的文章，有点像是为习近平下台做铺垫。时评人李牧阳表示，中共领导人在退位前都不会做公开预告，以防过渡期的不确定性和加剧内部纠纷。不过官媒会在其退位前发表一些对其歌功颂德的文章，比如江泽民在16大卸任党魁之前，中共官媒突然大力吹捧3个代表，把江的执政理论化，为其卸任后的影响铺路。再比如2012年中共18大前，官方没有预告胡锦涛将要卸任，但官媒在18大前回顾了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与经济增长成就。当时外界就猜测胡锦涛将会退位，果不其然，他在18大上落退，把3大权力全部交给了习近平。现在官媒突然吹捧和炒作习近平，不禁让人联想当局是故伎重演，为习的退位造势和铺垫，相当于吹响了习退位的号角。李牧阳指出，文章不是罗列习近平执政13年有哪些政绩，而是翻炒习近平早在福建的所谓成绩，似乎在暗示习近平这些年没有值得吹嘘的成就，但为了让他体面下台阶，就翻炒一下早年旧事吧。习近平高调出席了中亚峰会，似乎是向外界证明自己依然稳坐权位。习此次出访看上去似乎依旧风光，这让不少人认为近期热传的习近平失势的传闻只是传言，而非遥遥领先的预言。但有分析指出，这是一大误解。习近平丧权和宣布习近平丧权是2个截然不同的概念。习近平早已失去了权力，只是当局一直没有揭开这个盖子，所以维持着习近平表面一切如常。中国时政自媒体人老登指出，之所以没有揭开盖子的原因主要有2个。一方面是为了要构建后习近平时代完成诸多的安排，尤其是谁来接班，涉及到中共各大权贵、各大派系权力的划分，这肯定需要大量时间进行幕后各种谈判和妥协，最后达成一个平衡。第2大因素就是需要通过一定的时间来逐步铺垫，减轻习近平下台造成的震荡和冲击，以实现平稳过渡。真正衡量习近平有没有丧失权力，最过硬的指标就是军权在谁手里。光是看看许其亮突然莫名其妙的过世，何卫东、何鸿钧也都被曝离世，而当局没有任何辟谣的动作，这冰山一角就足以说明问题了。有观点认为，习家军很多人被一锅端，是习近平自己干的，因为他疑心太重。但是这种观点无法解释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那就是为什么公开蔑视习近平的张幼霞以及张幼霞派系的人马全都安然无恙，而习近平的人马都被抓了，接替的又都是张幼霞的人马，
这又如何解释？目前中共党内形成维稳而上、不清算习的脆弱共识，类推汪洋过度、拆分三位一体的体制，但执行难度也极高。中共忠诚驱动的体制非常容易陷入内耗，四中全会若无放权迹象，内斗或进一步激化。中共的制度痼疾，注定习近平的保全危机不仅是个人困境，更是体制崩坏的前兆。目前世界局势复杂，瞬息万变，中共政局也波诡云谲。以伊战争、俄乌战争，中共都在其中扮演不光彩的角色，习近平也脱不了干系。还有中共一直被怀疑制造了武汉病毒，以及美国 FBI 最新曝光中共干扰美国大选的证据等等，每个事情都可能置习近平于风险。这也是最近传说习母齐心宴请5大元老劝退习近平的重大原因，因为如果习近平在任上不幸，将对其家族造成巨大打击。老登在自媒体报道中说，此前有消息称，为了稳固中共政权，避免习近平下台时导致震动，元老们同意习近平软着陆平安下台。有一种可能性是让习保留国家主席的名义，但军权、财权和人事权全部剥夺，等于让习在台前演戏，在明年中共21大时再正式下台。但据说张又侠反对，担心让习软着陆会给习近平反扑的机会。时评人江峰认为，习近平用亲自2个字把一个国家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试验田，亲自指挥疫情全面清零，亲自监督军改，亲自部署脱贫，亲自决定外交。他亲自种下的每棵树，如今也亲自看着他们一棵棵的倒下。他没有输给任何一个人，而是被他亲手打造的铁桶江山憋死。老登说，据传目前中共党内形成了一个共识，一是维稳为上，不清算习近平，让他荣退；二是安排汪洋担任过渡性总书记，稳定局势，重建制度；第三是逐渐分拆总书记、军委主席与国家主席3合1的体制怪胎，恢复集体领导的假象。对于接下来的中共四中全会，习近平会不会放权交权，外界高度关注。财经学者、作家苏小荷爆料说，习近平搞中亚峰会是有图谋的，因为中亚国家是苏联解体后独立出来的国家，他们不靠俄罗斯，也不靠欧美，只能依靠中共，所以习近平拉拢他们。但习没有想到，这些国家都是奔着钱来的，没有钱什么都不是。习近平这次只提供了15亿人民币的无偿援助，比起2年前的260亿缩水巨大，因此他们都没给习好脸色。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